普京震怒，乌军破获北风之神核潜艇绝密档案，致命缺陷遭曝光。乌军配合美国制裁，升级能源打击，引爆俄最大炼油厂。俄禁止传播袭击视频，违者罚款，充军填战壕。乌特种部队攻入布良斯克7公里，斩断俄军补给大桥。俄插旗摆拍虚报战果，夏季攻势只剩 PPT 胜利。希尔斯基督战红军村，专治俄军渗透。特朗普报伤亡数据，俄乌伤亡比高达14:1。阿塞拜疆开启全面去俄化行动，助乌破局。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乌军在情报方面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出色了。不久前，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核潜艇基地受勘察加地震、海啸冲击，使俄军各大核潜艇是否受损和其动向成为这几天议论焦点。该热度还没降下，又有劲爆消息爆出，乌军破获了俄军最新核潜艇的机密文件。据 Next 新闻报道，乌克兰情报总局官员称，近日已经获得俄罗斯最大战略核潜艇 K555波扎尔斯基大公号的全套机密文件。据悉，这是一艘 955A 型北风之神 A 级战略核潜艇，它一直备受俄方的青睐，但现在包括潜艇的作战计划、工程报告，甚至是船员名单等秘密情报都被泄露。情报显示，波扎尔斯基大公号隶属俄北方舰队第31潜艇师，驻扎在摩尔曼斯克的加吉耶沃，而该潜艇有16个230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吊舱，每个可携带10枚弹头。更为关键的是，乌克兰情报局在泄露数据中发现了该潜艇的技术缺陷，这将直接影响俄军3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对于此事，俄方目前暂未发表声明回应，相关消息有待进一步确认。但这一系列的操作凸显了乌克兰情报部门的能力，而该能力在战场上则直接将乌军的能源打击战术抬到了一个新高度。在过去2天里，乌军连续空袭了至少5个炼油厂，即梁赞州炼油厂、萨马拉州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巴拉克塔尔油库、沃罗涅日州安纳内夫特燃料和润滑油基地，以及克里米亚费多奥多西亚的军事设施和燃料库。火力军本以为这已是乌军极限，但话音未落，8月3日，乌军又发射近100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沃罗涅日、加诺夫格洛德州、克拉斯达诺尔等7个地区。克里米亚的目标也再度遭遇袭击。事后，俄国防部宣布击落了93架来袭无人机，但流出的情报显示，仍对俄罗斯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中损失最大的莫过于夏诺夫格洛德的油厂。据开源情报报道，8月3日夜间，数十架乌军无人机向夏诺夫格罗德州的克斯托沃炼油厂袭来。虽然俄防空系统第一时间启动拦截，但仍有数架无人机击中工厂。初步信息显示，至少有3个油罐起火爆炸，且大火也一直烧到了天亮。紧接着，俄罗斯著名度假城市索契也遭到袭击，其机场附近的油库和仓库着火，海面上都能看到喷发的火球。从乌军袭击目标不难看出，乌克兰重启对俄罗斯炼油厂的大规模袭击。其他一些预袭目标还包括梁赞州的迪亚吉尔沃机场、奔萨州的普利博尔电子工厂以及罗斯托夫州的铁路变电站等等。这些成功的袭击反映出乌克兰全局和情报总局麾下特种部队正发挥越来越大的关键作用。总之，在美国计划对俄罗斯发起大规模制裁之际，乌克兰适时发起针对俄能源设施的大规模袭击，无疑起到了配合的作用。因为一旦制裁落地，最先受影响的肯定是俄方的石油产业，而这也是俄罗斯支撑战争的关键因素。所以对炼油厂的打击实际上就是在削弱俄军的战争资源。而更让火力军振奋的是，除去乌军的攻击，俄罗斯自身的修复能力已经到达了极限，其能源设施正因各种原因爆炸自毁。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负责中亚地区的燃气管道因故障发生爆炸。据悉，该管道主要负责将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运输到俄本土，中间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几乎贯穿中亚。但现在该管道因爆炸已经无限期停运，而它的停运意味着俄罗斯许多重要的军事设施将无法通过该管道获得新能源，从而影响生产。如米格航空器集团、德米霍夫机械制造厂、马格南 K 弹药工厂等等，都需要该管道的能源。截至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发表进一步回应，目前还不清楚管道爆炸的原因究竟是不是因故障。耐人寻味的还有爆炸的地点。这段时间，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已经产生隔阂，典型的就是和阿塞拜疆关系的恶化。不久前，阿塞拜疆还首次向乌克兰出口了天然气，他们在俄乌战争中已倒向乌克兰和北约。莫斯科在中亚的影响力逐渐衰退，实际上就是哈萨克斯坦等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也是貌合神离。再加上欧佩克增产以及前面提到的乌军配合打击，俄罗斯石油市场正逐渐萎缩。
俄能源经济将遭受重创。至于印度到底有没有拒绝俄石油问题，火力军稍后会详细报道。现在最令火力军期待的是，美国将会实施怎样的制裁？现在离特朗普的最后期限已经没几天了。值得一提的是，或许因为乌军空袭打得太狠，塔斯社报道称，俄罗斯多个州已同时发布禁令，禁止民众在社交媒体上上传、转载和传播有关乌军无人机袭击联邦领土与军事目标的视频和文字，否则将被视为行政违法。首次罚款5000卢布，多次违反将被处以20至50万卢布罚款。无法缴纳罚款者将被送往前线参加突击队。一些俄州政府指出，传播此类信息不利于社会稳定，大量传播将引发全国性恐慌，并影响民众对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此外，值得乌军警惕的是，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俄军正准备扩大对被占乌领土的使用，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袭击。如据乌频道8月2日消息称，2025年7月被占领的顿涅茨克市北部机场的卫星图像显示，俄军正在清理机场跑道上的防御工事，并开始在停车场进行施工，大概率是在安装航空油箱。乌克兰情报组织评估称，俄军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是为了发射包括见证者、非洲菊以及天竺葵等攻击和诱饵无人机。若是能成，这些靠近前线的无人机发射场将大幅减少乌军防空系统的反应时间，从而对乌克兰城区造成更大威胁。同时，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蛛网行动，俄空天军第一副总司令马克西姆·采夫中将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称，俄罗斯正在制造新一代沃罗涅日预警雷达。他声称，该雷达不存在任何盲点，将能保证全面覆盖所有重要的俄罗斯资产，甚至能够跟踪弹道导弹。此外，马克西姆·采夫还进一步声称，俄军正计划在所有空军基地内修建掩体工事，以保护飞机不受伤害，也就是英国国防部7月29日披露的飞机保护计划。俄罗斯已启动一项计划，在靠近俄乌边境和被占领的乌克兰的空军基地内建造硬化飞机掩体，其中包括罗斯托夫州的米勒罗沃空军基地、库尔斯克州的哈利诺空军基地以及克里米亚的赫瓦尔迪斯克空军基地等14个地点。别的火力军也不多说，现在我们就静待最后期限的到来，并从实战中看看俄罗斯究竟要如何行动，又如何保护他们的战机。前线方向，乌军攻入布良斯克7公里，击毁俄重要交通补给大桥。据诺尔报告报道，乌克兰特种部队突然向布良斯克发起了进攻，兵锋直指鲁德尼亚、查塔地区。据悉，此战中乌军一路向前推进了约7公里，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俄军阻力。随后，乌军经过侦察，最终将打击目标锁定在了查塔河大桥上。他们在桥下埋设了近30枚 TM62 地雷，接着远程将其引爆。同时，乌军还在空中启动 FPV 无人机进行辅助打击。从流出的画面看，查塔河大桥瞬间断成数截，并升起了浓厚的烟幕。战略意义上讲，乌军此举直接切断了该方向俄军长达16公里的支援和补给通道。目前，这支乌克兰特种部队仍像钉子一样嵌在了布良斯克边境附近，随时准备对俄军露出毒牙。值得一提的是，在查塔河大桥遇袭后不久，乌克兰空军又向当地的辛尤尔科维奇发射了 ASM 炸弹，目标则是俄军的一个边境检查站。空袭同样引发了大范围的爆炸。大家说，乌克兰特种部队和战队的机动是不是在为之后地面部队的进攻做准备？库尔斯克至苏梅边境一带，俄乌双方则继续呈现拉锯状态。据马什消息称，俄军袭击了苏梅的火车站，损坏了一辆载有乘客的火车，所幸攻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铁路工人随后将他们转移至了其他车厢。与此同时，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俄军地面部队在金德拉季夫卡和米罗皮利亚等地正在重新集结，并在炮火配合下对乌军阵地实施打击。不过，一名乌克兰预备役军官8月3日报告说，俄军在苏梅方向正面临着严重困难，只是出于保密，该军官未详细透露，或许之后乌军会利用该困难对俄军实施打击。此外，一名隶属于俄北方部队集团的俄军事博主声称，乌军已经封锁了俄军通往尤纳基夫卡的地面通信线。该军事博主称，俄军第51空降团未能完成夺取萨德基的分配任务，目前已转向防御行动，并拒绝服从指挥部发出送死命令。同时，这名军事博主还否认了有关俄军第1434阿赫马特车臣团成员袭击并清理马拉沁附近阵地的报道，声称该团所有参与袭击的人员都在行动中受伤，并因害怕乌军无人机而没有发起进攻，也就没有向前推进。当然，俄罗斯虚报的战果还不止这些，如在莱曼方向，虽然地理定位镜头显示俄军第36摩托化步枪团的人员在托尔斯克南部升起俄罗斯国旗，想要表明俄军在该地区有所推进，但后来乌军第63旅发布消息称，其歼灭了俄军一支插旗小队，他们在5名俄军身上发现了49面俄罗斯国旗。看样子，俄军内部有 PS 高手，每天都在忙着用 AI 和剪辑技术拼凑虚假的战果。
库皮扬斯克方向，一名乌军旅军官表示，俄军由于疲惫，正在减少地面攻击，转而通过加强炮击力度进行打击。该军官指出，俄军当前的突击战术采用分进合攻，即不断安排1到2名人员向乌军防线附近渗透，等人数到达5到10人在一起发起进攻。顿涅茨克战场，乌军的反击动作越来越大。最新战斗中，乌军战机直接突入巴赫穆特战区，捣毁了这里的俄军指挥部。流出的视频显示，俄军指挥部所在的2栋建筑被夷为平地，爆炸声响彻战场的上空。紧接着，在恰索菲亚尔方向，俄军的插旗行动在被乌军阻止的同时，在同一地点展示了乌克兰国旗。战争研究所援引乌方消息称，控制恰索菲亚尔80%区域的俄军已无力再向前推进。同时，乌方对该方向俄军补给线的打击，正迫使俄军步兵步行运送弹药和补给。战况最激烈的红军村地理定位影像显示，在西南方向作战的俄军第74旅的一个营突入城区，但由于未能及时稳固阵地，被赶了出来。另外，一个俄军挖人小组试图通过游泳的方式渗透进红军村，但也被乌军全部击毙。该方向的战局目前非常凶险，几乎用上现代战争所有能用上的手段。8月2日，希尔斯基将军视察了红军村前线，并会见了各级军旅的指挥官。他表示，目前战场形势最严峻的是红军村、多布罗皮利亚和诺沃帕夫利夫卡。俄军正采取全面渗透战术，加强破坏行动。乌军则部署特别预备队，将来犯的俄军渗透小组歼灭，战况焦灼。战线南移，在乌克兰卡8月3日发布的地理定位视频显示，俄军在该村中部升起一面旗帜，表明俄罗斯军队最近占领了该定居点，只是尚未得到乌方的确认。而且，据乌军事情报总局8月3日报告称，俄军在附近多个未被夺取的定居点拍照，以向俄罗斯指挥部虚假报告俄罗斯军队推进。因此，火力军怀疑俄军在乌克兰卡也是插旗行动的虚假战果。乌军集中猛烈炮火打向了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如乌军使用海马斯连续发射火箭弹打向了梅利托波尔和托克马克的俄军据点。初步信息显示，俄军多个军事设施遇袭，甚至有消息从爆炸程度判断，俄军的弹药库也被点燃了。对此，俄军尚未做出回应。又或是在梅利托波尔一带，乌军潜入俄军基地后，在车臣的卡车上放置了炸弹，接着将其引爆。报道称，先后有3辆军车被毁，5名车臣士兵被消灭，还有一套俄军电子战系统被摧毁。俄乌战争以来，车臣兵素以酷爱拍摄短视频著称，也有不少成为了网红。视频中他们总是英勇无比，但网络毕竟和现实不同，也不知道这支车臣兵最后拍视频了没有。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支援了扎波罗热的前线。不久前，有目击者拍下了一架米格29向俄军道尔防空系统投掷 AGM-88导弹的画面。具体的战况有待卫星图像出来后做进一步解读。当然，俄军的轰炸也没有停下。从行动上看，俄军似乎想炸毁乌克兰的桥梁，结果却击中了居民区。据悉，俄军对赫尔松连接克拉贝尔岛的安东尼夫斯基桥发动袭击，并动用了重烈度的航空炸弹，大桥本身遭到严重破坏。而引发争议的是，其中一枚航弹落在了附近的居民区，当场炸毁2栋民房。目前，乌克兰当局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俄军在桥梁袭击中使用的弹药类型，和防止俄军越过第聂伯河前往赫尔松市。详细战况有待进一步披露。不过，火力军觉得俄军这样的行为可能很快会招致乌军的反击，而行动地点或许就在乌克兰特种部队攻入的布良斯克当中。至于克里米亚战场，奥斯特频道消息称，8月3日夜间，乌军向克里米亚发射了无人机群，用以吸引俄军的防空火力。紧接着，远程导弹呼啸而至，快速击中了克里米亚一个用来追踪太空物体的雷达系统。传出的视频显示，俄军军事设施已发生剧烈爆炸，并燃起大火。特别是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军事基地，从夜间就一直传出巨响，回荡在黑海的上空。受此影响，科什大桥再度关闭了交通。伤亡方面，俄乌双方给出的数据差异比较大。一直以来，也有许多俄粉对每日播报的俄军日损失数据有意见，甚至在俄媒信息炸弹影响下，认为乌军比俄军损失还大。那么，我们来看看特朗普是怎么说的。稍早时候，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外交上发文表示，我刚刚获悉，在这场荒谬的俄乌战争中，本月已有近2万名俄罗斯士兵丧生，而自今年年初以来，俄罗斯已经损失了11.25万名士兵，称这是太多不必要的死亡。同时，特朗普还称，乌军则自2025年1月1日以来损失了大约8000名士兵，这还不包括失踪人员。注意看，特朗普说的是死亡人数，不包括重伤残。乌军7月份阵亡8000人，而俄军11.2万，双方的交换比高达14:1。特朗普的数据又是哪里来的？肯定不是自己编的，绝对来自欧美权威军事媒体提供的。虽然特朗普确实经常讲话浮夸，但值得注意的是，他那些夸张的数字都是在演讲或谈话中提出，而不是书面表达。
由此可见，俄军伤亡人数大概率确实超过了100万，而乌军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温水煮大鹅。在如此高的交换比下，俄罗斯会率先崩溃。俄乌战场之外，来自马里共和国的消息，在乌克兰情报部门支持下，马里图阿雷格游击队再次伏击了俄瓦格纳非洲雇佣兵团和马里国防军。据路透社报道，图阿雷格游击队共打死了84名瓦格纳成员和47名马里政府军士兵，另有多人受伤与被俘，更多战况有待进一步披露。俄军也没闲着，忙着拉盟友助威。如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了白俄罗斯特种部队司令瓦基姆·杰尼先科，其表示，白俄罗斯已开始组建新的特战旅，即第37独立空降突击旅，该旅将驻扎在与乌克兰接壤的戈梅利地区，还将接收量产的奥列什尼克导弹系统以及能够搭载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此外，卢卡申科还站出来警告白俄罗斯国民，称战争很可能随时爆发。火力军看到这则消息时，第一反应不是担心乌克兰，而是觉得卢卡申科又在按普京的指示虚张声势，以求分散乌军注意力。在国际援助方面，波兰外长希科尔斯基宣布，他们正在为乌克兰准备新的军事援助计划，具体内容有待进一步披露。但稍早时候，波兰和韩国签署了一项67亿美元的协议，购买180辆 K2 坦克，届时波兰的坦克数量甚至将超过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总和，在北约内仅次于美国和土耳其。那会不会援助给乌克兰的就是换下来的装甲车辆？相对于乌克兰的获得新援助的喜悦，普京的心情就异常糟糕了。在俄能源经济被围剿的情况下，外交方面再度迎来噩耗。据阿塞拜疆通讯社披露，阿塞拜疆正全面开启去俄化的行动，其将用历史称呼来命名俄罗斯城市，以逐渐降低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如提议将加里宁格勒命名为克尼斯堡，伏尔加格勒命名为萨尔雷苏等等。而两国之间引发巨大争议的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则被命名为索尔扎加拉，其他城市也沿用古时的文化名称。至于原因，除了此前提及的俄军击落阿塞拜疆客机外，最新的导火索事件是前不久俄媒在文章中将阿塞拜疆的汉肯迪市称为斯捷潘纳克特，引发了阿方的不满，因为只有之前的世仇的亚美尼亚才将其称作斯捷潘纳克特，这也是促使阿方改名俄罗斯城市的重要原因。目前，阿塞拜疆总统阿迪耶夫虽还未正式公布此事，但他们同莫斯科的紧张局势确实还在加剧。如2天前，叶卡捷琳堡的警方再度向阿塞拜疆的侨领沙辛西赫林斯基发出逮捕令。据悉，西赫林斯基曾于6月底被捕，当时引发了阿塞拜疆的强烈反应，立即抓捕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员工，并指控其为间谍。虽然之后俄方释放了西赫林斯基，但现在又将其2次抓捕，这凸显了两国之间在这段时间里对立加剧的关系。这也让阿塞拜疆下决心在国内开展全面去俄化行动。截至目前，阿塞拜疆不仅取消了所有的俄罗斯文化活动，还要在3年内关闭全部的俄语学校。对于俄乌战争，阿塞拜疆也重申了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逮捕为俄军作战的民众。那对俄罗斯而言，国际上就没有一点好消息吗？有还是有的，但能否实现真不好说，因为它是印度。7月30日，特朗普宣布对印度征收25%的关税加罚款，理由是印度购买俄罗斯能源和武器。紧接着7月31日，印度石油公司、印度斯坦石油公司、巴拉特石油公司和芒格洛尔炼油厂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其中，印度石油公司从美国购买500万桶原油，从阿联酋购买200万桶原油，还购买400万桶西非原油以及阿联酋原油。之后报道又称，4艘载有俄罗斯石油的油轮在印度西海岸停运，但被印度拒收。不用怀疑，这些消息都已经确认，印度确实在7月31日和8月1日这么做的。但8月2日时，2名印度高级官员表示，政策没有变化，印度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如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贾伊斯瓦尔虽拒绝直接评论特朗普的威胁，但他暗示对俄政策不会改变。从消息来看，印度确实加大从中东和其他地区购买石油，但又同时表态要继续买俄罗斯石油。目前的症结是到港的俄油轮未卸货，因此火力军怀疑印度是在等待最后的结果，即8月8日之后，特朗普是否会对俄罗斯实施2级制裁，以及8月12日的节点是印度关注的。可能印度认为特朗普不会实施2级制裁，其更是一种虚张声势的谈判手段。而印度表态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也是一种谈判技巧，即如果2级制裁实施，印度将对比购买俄罗斯石油加工后转手赚取的收益与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损失那个更多，从而找到一个平衡点。但俄罗斯石油在印度市场的份额肯定会减少。总之，印度继续购买、减少甚至不买俄罗斯石油，都将取决于特朗普8月8日之后的决定。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认同特朗普所说的俄乌14比1的伤亡比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